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拜伦。都是花费一样的时间，你难道不想得到更好的成果吗？今天来聊柏拉图法则。柏拉图法则是意大利经济学家柏拉图发现的，又叫做八二法则、关键少数法则，描述2成的关键因素能影响8成结果的现象。原来柏拉图所做的研究跟人口以及财富有关。他发现，包含意大利在内，全世界的财富分布异常相似。具体来说，世界上8成的土地财富掌握在2成的人口手上，其余8成人口则分享剩余的2成财富。这个就是80-20的由来。这个发现在其他领域也适用哦。比方说，2成的处理程序解决8成的问题，2成的关键客户可以决定8成的总销售额。2成的关键产品可以创造8成的公司利润，2成的内部人员可以带来8成的产能，2成的习惯可以导致8成的冲突，2成的失误可以造成8成的损失，2成的行动决定8成的成果。柏拉图法则的8-2分布不是精确的数字哦，它也是经验法则。如同若将随便一个研究调查的所有数据都标示在图表上面的话，显示的图形大都会呈现中型的常态分布。这个呈现中型的常态分布的这个现象是可以被预期的，大多数的数据散布在图表上就会呈现中型。而柏拉图法则描述的8-2比例同样距离真实数据不远，你可以预期它们的分布就是8-2。我们假设能够把一个人的一生包含非财富的价值给量化出来的话，那么其中2成的关键决策和行动决定了这个人一生价值的8成。也就是说，将心思投入在生命中的2成关键决定，就能够相对照顾好你一生的多数领域，不管是事业、家庭、健康或你的日常生活，还是长期来看的许多阶段性的任务。有人告诉我，身体健康跟家庭关系如果照顾得好，就能够掌握我们人生8成的幸福感，临走前留下的遗憾会比较少一些。的确，我们很少听到有人的遗言是钱赚得不够多，应该要取得更多的财富。大多的遗憾都是跟家人、人际关系还有自己的身体健康有关。有多少人因为健康指标低落，拖垮一切自己建立起来的丰功伟业，甚至把自己的家人给拉下地狱？千万不要好手好脚的时候没有想到，病入膏肓才来后悔。各位如果有机缘到医院走一趟，你会有全新的体会。除了健康，与家人之间的关系、与朋友之间的关系，也是很多人后悔的重点。得意的时候恣意妄为，回过头已经妻离子散。如果你还有一点钱，或许直到分遗产的时候，你才等得到大团圆。针对这2个影响人生幸福感8成的2成小因素，这里分享一点小小的看法。照顾好健康要做的事情不多，每天坚持半小时锻炼，注意饮食、睡眠，你的健康状况很难比你现在差。家庭关系方面，100个人有100种见解，但如果可以的话，还没有到病入膏肓的程度的话，也许你该每天留些时间专门陪家人聊个天，或就陪他们走走路、散散步、吃个晚饭也好，不要在他们的人生中缺席。我相信你我都想要尽可能的让人生面面俱到，却同时因为责任的增加而感到努力越来越无效，生活越来越麻木。虽然很难，但我们还是要尽力做到聪明的努力，尽量去把生活的平均水平提高。最近我学到一个观念很重要，也可以用在这里。我们自己要先幸福，我们幸福起来了，我们身边的人才能够幸福，而他们幸福了，我们也更容易取得长久的快乐，这是一个正向循环。而我们的幸福可以透过寻找对我们最重要的那些关键少数，去灌溉它，来影响我们整个人生的8成成绩。事情很多，人生很复杂，所以我们要努力的更聪明。比方说，我们在工作里面，在专业中掌握关键技能，在知识中掌握关键主题，计划里面掌握关键的环节，而锻炼中要掌握关键的动作。在人生中，我们要灌溉关键的人际关系，关心真正重要的人。总的来说，掌握会影响我们幸福感的关键因素，就能够以相对有效的方式对结果产生大量的影响。在时间应用上产生效率，在人生应用上产生效能，剩下力所能及的再去补强。如果我们再把视角给拉高一点，人一生能做好的事情真的没有多少。巴菲特也建议，只做最重要的事情就好，其他的要去掉。这也是做好关键少数的逻辑嘛，成本更少，成果却比我们埋头努力更好。在鸡汤的领域里面，大家都说选择比努力更重要。
是不是正确的我不知道，但是盲目的努力的确容易白费力气在不具影响的事情上面。这样说起来，选择的确是比努力更重要。选择在什么地方努力，选择如何努力，都影响了我们最后的成效。资源用在刀口上，放掉无关紧要的事。很多事情做到80分已经非常优秀了。有完美主义的人千万要注意，不要想去做到满分，那是不可能的事。同样，如果我们在某个阶段太过努力，注意力都在那个领域上面，那即使我们在这个领域做到满分，其他的科目通通死当，你会非常非常的遗憾哦。人生的成绩单不只有地位，不只有财富的衡量，更有健康、家庭等金钱没有办法计算在内的面向，需要我们来兼顾。大方向就是这样，小地方更是这样。当我们要做事的时候，当我们在一个系统里面进行我们的工作的时候，试着定位关键因素是什么，然后专注在他们身上，我们更有可能用相对少的资源得到相对满意的成绩，节省下来的资源就可以用来创造更多的满意。我是 Byron， 这期分享到这边，希望对你有一点的帮助。那我们下期再见喽。